赵丽颖斩获春节档最佳女主角，演技获赞一致。节后大家都在补看第20条吧。反正驿站君的朋友圈是被赵丽颖反复刷屏，无疑她是全片最让人惊喜的演员。雷佳音的窝囊废人设太惯常了，就好像是从隔壁影厅的热辣滚烫里溜达过来一样。玛丽这个角色，如果不是春节档需要笑点，很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性。高叶的冲，王骁的滑，张译的世故，全都似曾相识，全在可以想象的范围内。唯独赵丽颖这位演惯了大女主的85花，竟然剥落了一身明星气。第20条里，郝秀萍出场比较晚，先是频繁出现在其他人对话里，有残疾，丈夫在狱中，独自带着5岁的女儿，被恶霸欺凌，四处躲避。丈夫为她宁可认下莫须有的故意杀人罪，因为认定郝秀萍没有她活不下去。经过层层渲染，一位命如草芥的村妇已经大体在观众脑海里有了个模样，但肯定不是赵丽颖那样精致灵巧的形象。可当她一出场，就让人完全信服了。她望向观众的眼神里有苦难，有恐惧，有急切，有屈辱，情急之下使劲挥动双手打手语的样子，仿佛就是她的日常。整部电影里，赵丽颖没有一句台词，可郝秀萍的每一场戏都让人忍不住想哭。最后在天台跳楼的一场戏演得太好了。村里恶霸哄她签否认被强奸声明时，赵丽颖没有哭。检察官告诉她，她女儿一定会被找回来时，赵丽颖也没有哭。她演出的是郝秀萍出于本能的恐惧，渐渐，她似乎明白所有人都在欺骗她，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，这才跑向天台。一念清生前她哭了，委屈里夹着愤怒，她向检察官用手语表明，自己知道不能签字，也知道女儿被绑架了，现在只有她的死能替丈夫偿命，救回女儿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最后她有个很关键的动作，向检察官伸出手，当所有人以为她转念了，她忽然猝不及防地跳了下去。那只伸向虚空的手，仿佛是她最后的不甘。这场戏里，郝秀萍的几段情绪转化层次清晰，表情与动作也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赵丽颖行云流水的表演，让观众感觉那一刻的呼吸紧随她，泪腺听命于她。郝秀萍的自杀成为整个案件破局的关键，也是在那场戏里，赵丽颖丰富了角色。论身份和遭际，郝秀萍是社会中的弱者，但她绝不是弱女，她有坚毅智慧的人格属性。在此之前，虽不能武断地说赵丽颖的演技仅粉丝可羡，但和其余几位85花相比，其实并没有高出很多，不过是50步笑100步的距离。85花们各有所长，短板也都很明显。赵丽颖的短板是把握不好大情绪戏，既演不出自然的起落变化，也演不出细节感受。一来，她非科班出身，缺乏表演技巧；二来，她特别实在，不善掩饰，演不出就干脆不演。很多时候，把重场戏演成过场戏，靠导演后期剪辑找补。最明显的是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里，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大婚一场戏，在她踏出家门的一刻，饰演祖母的曹翠芬演出的是何等深情不赦，突然一反常态，上前抓住明兰的手，声音泣不成声地唤：“明丫头。”盛明兰只微微垂下头，就别过脸走出去了。赵丽颖给人的感觉是不知道老太太在哭啥，肢体语言还有点抗拒。如果这勉强还能解释为她强忍着怕祖母担心，可下一场戏，丫头的台词在劝明兰不要伤心，可赵丽颖在轿子里演的是喜极而泣，一边乐一边抹眼泪。画面虽然很美，但两段戏完全接不上。当很多人把知否像甄嬛传一样盘出包浆后，就发现赵丽颖的表演缺乏细节，精度远低于同剧其他演员。她想表现盛明兰内敛沉静，可演出来常常是恍惚、迟滞。在需要极致情绪的重场戏里，她屡次犯错。比如一场戏，祖母识破了康姨母的恶毒算计，
盛明兰生气至极，她居然当着祖母的面挥手把茶盏打翻，而茶盏飞去的方向还是祖母站着的地方。3. 赵丽颖在第20条里的表演好像忽然开窍了，找到了与角色同体的感觉。通常，郝秀萍这样负责推高观众情绪点的角色，很容易让人当时看了感动，事后回想又觉得有点煽情过度。但赵丽颖的表演画面感极强，即便反复回想，也还会觉得对郝秀萍的理解又多了一层。她站在天台上哭到五官扭曲，明明她都向检察官伸出手了，又马上转身跳下去，她是因绝望而轻生吗？还是做出理性抉择后又抑制不住留恋？留给观众体味的空间很大。赵丽颖没有尽情地让情绪外化，她把很多情感压在自己的身体里，只释放了一点点。这会达到一种效果，让观众感到自己看到的只不过是郝秀萍所承受的冰山一角，可仅这一点点，已足以在瞬间击溃你，更是你不敢尝试感同身受的。第20条对赵丽颖的意义在于，她又突破了一项短板，这也是她最让人钦佩的地方。别人在长项上发挥，她在短板上鞭策自己。刚出道时，因为脸圆，赵丽颖得到的角色多是乖巧的丫鬟。为了打破形象局限，她写了近万字的角色理解，一举拿到新《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。花千骨姗姗来了成为顶流明星后，她迅速撤离甜美可爱女主角的舒适区，专找热血、励志动作戏演。楚乔传胭脂都不是谈情说爱的偶像剧。有人说她土味十足，她认真的跟大导演郑晓龙拍了一部农村戏《幸福到万家》，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强就不愁没有时尚资源。演知否时有人说她眼神呆滞、空洞，有时游离于角色之外。她在《风吹半夏》里演个七窍玲珑心的女商人，很多内容都是靠演技表现的。演第20条前，赵丽颖不仅学会了手语，为了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角色的世界里，她在片场几乎不讲话，尽量用手语和人交流。演员成为明星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，而明星回归为普通演员，则要完成一个跨越。尤其是像赵丽颖这样的顶流明星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被粉丝和黑粉拿放大镜解读。白玉兰奖赵丽颖没拿到事后，粉丝迁怒无越，酱园弄还在接洽，赵丽颖和杨幂争番的传闻已经不胫而走，粉丝们打得不可开交。因为这些明星身上的包袱很多，全部放下毫无顾忌地进入角色，几乎不可能。于是当明星越久，能给角色的越单薄，只剩下光鲜的形象和或干瘪空洞或跳跃肤浅的表演。在第20条里，赵丽颖完成了她的跨越，也为流量明星转型探索了方向。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出色表演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。她不仅荣获了春节档最佳女演员的殊荣，更以自己的演技和魅力彰显了她在影视界的突出地位。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赵丽颖多才多艺的一面，还让观众看到了她在表演领域的进步和突破。她不仅勇敢挑战自我，完美诠释了角色，还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多维的形象，深受观众喜爱。赵丽颖的成功不仅在于她出色的演技，更在于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对表演的投入。她在 Article 20中展现了自己的表演实力，也为自己在影视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赵丽颖的蜕变之路令人敬佩，她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突破，还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。她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胜利，更是对整个行业的贡献和启示。因此，赵丽颖当之无愧地荣获春节档最佳女演员的殊荣。她的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，更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尊重和认可。笑战深夜机场现身遭围堵，情绪失控怒对跟拍者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在娱乐界的聚光灯照耀之下，明星们的日常生活总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但是，当这样的关注超越了合适的界限，它便演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代拍活动。最近，
当洪小生肖战在凌晨悄悄出现在机场时，他遭到了代拍者的激烈围堵。情绪失控的他在现场愤怒地与代拍者发生冲突，这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。那一天，肖战身穿休闲装，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试图在人潮中保持低调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出场迅速吸引了大量代拍者的目光。他们拿着相机和手机，疯狂地记录肖战的每一个动作，使得机场的秩序瞬间变得混乱不堪。尽管现场有保镖和机场员工努力保持秩序，代拍者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不断地接近肖战，试图获得更近的拍摄视角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肖战的情绪开始变得不受控制，他高声呼唤代拍者们避免与他一同拍摄，期望能获得一些私密的时刻。但是，代拍者们似乎对肖战的要求置若罔闻，反倒是更加激烈地围堵他。肖战在多次警告都没有起到效果后，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对代拍者们大发雷霆，展现了他的不满与愤慨。该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，大量的网民纷纷站出来支持肖战的观点，他们认为代拍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界限，侵犯了明星的个人隐私。同时，也有一些网友呼吁大家应该理性的追星，尊重明星的私人空间。身为公众焦点，明星们的日常生活无疑会吸引更多的目光。但是，这样的关心并不代表可以无节制地侵入他们的个人领域。我们应当重视每个人的隐私权益，理智地追求明星，使娱乐业变得更为健康和融洽。深夜，肖战现身机场，却遭到了代拍的围堵，情绪失控怒对跟拍者。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热议。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明星，肖战在公共场合频繁受到关注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当他深夜现身机场时，却被一群代拍围堵，这一幕令人感到遗憾和担忧。肖战作为一名艺人，他的生活受到公众的关注，但他也有自己的隐私和个人空间。代拍者的围堵不仅侵犯了他的隐私权，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肖战情绪失控，怒对跟拍者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他也有自己的情绪和底线，无法容忍他人的侵犯和骚扰。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明星隐私保护的讨论。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们应该被尊重和保护。代拍者的行为不仅违背了道德底线，也给整个娱乐圈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我们呼吁广大粉丝和观众，在追星的同时，也要尊重明星的隐私和个人空间。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娱乐环境，让明星们能够安心工作和生活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